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了云南省蒙自市，现在正在一家小酒店里跟大家说话。这次出来是自驾游，到了广西的边远的地方，现在也来到云南省一个边远的地方。这次出来，刷新了我，也刷新了另外一个朋友的认知。他原来觉得小地方应该像这种酒店设施比较落后，但是呢，恰恰相反。这种小地方，它的硬件设施跟国内一线城市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比如说这窗子门隔音特别好，外面在施工，但是一关上，马上呢，好像完全静音了一样。还有这房间的硬件设施也一样的，叫我们看看真的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所以我们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只有我们自己亲自出来体验才知道其实中国每天都在变化。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每日入住新的酒店拍摄的时候了。我现在呢在云南省蒙自市，应该是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首府。现在我们入住这家酒店，每晚138块钱。看看它的洗手间怎么样这里有个智能的马桶，然后这个淋浴房也很不错，洗手盆。大家看看，这个洗手盆也是非常的好，有这吹风机，对吧？还有发现呢，它已经有消毒的包装好的这种毛巾，这也一样，这是垫脚的，然后还有鞋子，有一次性的牙膏、牙刷等等。好，我们看看房间其他设施这里是看不出去的有光线进来。这里的拖鞋他说也已经消毒包装好的，所以应该可以放心使用吧。然后呢，这里有个烧水的机器，有红茶，有花茶，还有2瓶免费的水。好，看看我订的是双人床，因为大床房没有了，单人床的没有了，所以订了双人床的房间。这里有个超大的电视特别特别大，估计80多寸吧。然后这写字台，好，看看正面，整个风格是不错的。我们看看外观看看外景吧，景色。蒙自是云南省，我在6楼，这窗子还是非常隔音的，因为它是真空的，窗子也是比较好的。回头看看这个房间怎么样？整个给人感觉呢比较干净，所以呢，我觉得物有所值吧。138块钱能有这样的房间，我觉得很不错了。138块一晚上，我刚才算了一下，不到18欧元。那么像这个设施，这个硬件而且是在一座小城，那么像在德国，我觉得要100到150欧元左右，在美国就更贵了而在中国呢，不到18欧元，这就是价格的区别。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虽然表面上挣的钱没有欧洲多，没有德国多，但是这个人民币的购买力还是挺高的就是说这个人民币如果你不到国外去消费，就在中国国内消费，它的购买力非常的高。在很多方面的消费甚至人民币和欧元或者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是1:1，可以这么说。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云南省富宁县的酒店我们看看这家酒店怎么样。进来的右边是这个厕所，它是可以关门的然后呢是个淋浴，它也是可以关门的。这淋浴看上去呢也不错，然后它有一面镜子，这样可以看得见这床的或者看得见房间的。这个洗手盆我也蛮喜欢的这样的洗手盆看上去有点高端。然后呢，这有一面很大的镜子，还有什么毛巾衣架等等，有一个很大的电视，有2瓶
免费的饮用水，然后呢有这个一次性的纸杯，前面有烧水壶，然后这里床头柜，就这样了，中规中矩，有幅国画，不错。这床好像蛮大的啊，然后有个沙发，有一张桌子，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长的，相当于写字台，我觉得有点窄。如果是放电脑，我认为太窄了，大概是30公分。如果他当时弄40公分就好了，所以这有一点不足。不过从整个酒店房间的硬件来说，我觉得很不错。现在我们回头看看这个房间，从那里看得见淋浴啊，还有厕所，对吧？大体来说，这个价格我今天晚上定的是128，我觉得因为硬件特别好，我觉得很干净，而且比较时尚，是我喜欢的酒店的风格。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西南部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叫 Pirmasens， 以及它周边农村、酒店以及民宿的价格。为了能够与中国的价格比较，所以呢，我也用了人民币啊。比如说这家酒店每晚1028元，然后另外一家小酒店711块钱，等等等等，便宜一点呢是500-600块钱的，甚至呢400多块钱也有。这里有700多块钱的，他自己说是3星级啊，这里也说是3星级，682。好，我们来看看从外表来看，稍微呢现代化一点的啊。大家看价格波动很大，这个只有490多，这里1072，它是一家森林酒店，3星级的。那我们点击进去看看，每晚1072元起啊。我们看看图片吧，这是酒店的房间，大家看吧，这个电视可能是32寸的。像这种房间的布置是典型的德国酒店。从它的布置来看，有点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风格。到现在为止，很多酒店一直还是这样。这是卫生间，相对来说，这洗手盆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这是一个淋浴，这是餐厅，这不知道什么地方，可能是公共区域。这是一间客房，它是顶楼的。德国很多房子喜欢用木头啊。这是另一个房间的卫生间，有个洗手盆。然后有个淋浴，这应该是一个厕所。这是另外一个房间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就比较古老了，你看对吧？你看这上下铺的一个房间，这是大床房，这是酒店的花园，估计吧。这是酒店的露台，可以在外面吃饭。这是另外一个酒店的房间，双人间。这是酒店房子的前面，这里是入口。这是另外一个房间，你看这电视小的不能再小了，就是最多32寸，我估计很古老的这种设施。这是酒店餐馆的外面，也是酒店餐馆的里面。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阿尔卑斯山里一个旅游度假区的地方啊，看看它的酒店价格怎么样。国王湖就在这附近。我们看看它酒店的价格就比原来那个无名小城就贵多了。比如说这个酒店920元起，这个酒店呢1127元起，800多、1200多、1400多，你看还是3星酒店啊。这家是青年旅馆，它有双人间，977元起。然后这家你看。甚至呢，2800多块起，是4星酒店。这家酒店是5星级的凯宾斯基，它的价格是4173元起。然后这家呢是1251，我们选一家不起眼的吧，价格呢中等偏下的，你看900多，看看里面有怎么样的设施啊，号称是3星。我们看里面的图片吧。先看这家小酒店的外观，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房间，你看看这个小电视可能是20几寸到32寸的，我都忍不住笑了，因为我
今天晚上住这房间，那个电视可能是80多寸的，这里只有20多寸、32寸最多。你看这个卫生间已经非常古老的，这个洗手盆特别难看，对吧？一点都不时尚。这个餐厅也是有点黑，我觉得。这是一个顶楼的酒店房间，有个特别小的电视，你看在这儿，冬天的雪景，呵呵，挺漂亮的。然后这是另外一个酒店房间，他们的家具啊特别的厚重古老，不是我喜欢的风格。这种凳子特别难看，跟现代化一点搭不上边儿。航拍照片蛮好看的，这里很多绿草，后面呢是阿尔卑斯山，有点像云南的山啊。这是冬天，酒店外面的露台，天气晴朗的时候，估计是4月份、5月份的时候拍的，因为这树刚长出叶子，然后这山上还有雪。大家看，这是放酒店钥匙的地方。这家酒店的钥匙还没有卡，还是那种非常厚重的这种钥匙，好像是铜的一样，特别重，大概有100克。这个钥匙，只是这个吊的这个地方它很重。下大雪，雪后出晴的日子，这是他们的早餐，没有很多的选择。你看，这是酒店的餐馆，大家觉得怎么样？反正不是我喜欢的风格。这酒店的房间，灯光也不好，设施也比较老旧。这是酒店的另外一个卫生间，也是比较老旧的。你看，瓷砖也是特别老。你看这个电视，小的不能再小了。这是暖气。这酒店房间的景观还是不错的。这是另外一个房间的卫生间，也已经老旧了。你看这种椅子，典型的德国农村那种椅子的风格。普通酒店房间920块钱，这双人间1074块。咱们看看1074块钱里面的房间怎么样？就这样黑黑的房间。这是这个房间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古老的了。顺便说一下，一般德国酒店啊，它不会提供牙刷呀、牙膏这种东西，或者一次性那种鞋不会提供的。唯一提供的有可能洗发水呀，还有沐浴露，其他都没有了。也许现在稍微好一点的酒店，它会提供2瓶水；稍微高端一点的酒店可能会提供水啊，还有烧水壶。你看这1300多块钱，甚至1500块钱。刚才给大家看了德国酒店的设置啊，还有它的价格，对吧？它价格一般在德国都要人民币800块钱到1000块钱左右，这是能够住得进去的。但是这个价格，它的房间远远比不上，比如说我在广西以及云南最偏僻的县城住的这个酒店，一般是130到180、190左右，大概平均150的价格。它的硬件设施远远超过德国800到1000块钱的，也就是超过德国100欧元到120欧元左右的价格。所以在这方面，在酒店以及服务啊、饮食方面，其实如果在德国消费和在中国消费，人民币和欧元的比价应该是1:1的啊。就是说，在中国1块钱的购买力和在德国1欧元的购买力是等价的。但是官方的汇率是1:8左右，所以在德国一般的家庭出去度假，所以很难接受得了，比如说一晚上的150欧元的价格，或者像这个差不多200欧元的价格，真的是超级贵了。因为在德国普通职员他们的薪水拿到手之后，大概是1个月2500欧元。如果考虑到在德国出去度假，在德国度假一个晚上要100到200欧元左右，你的收入只有2500欧元，那你这个比例就知道了，到底是贵还是便宜。相对来说啊，德国的酒店的价格并不是全世界最贵的，比较贵的或是最贵的，我觉得应该是美国啊、瑞士啊这种国家，还有比如说像法国巴黎这种国际游客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伦敦都是比较贵的。比
比如说在巴黎吧，与德国同等酒店的这种设置，在巴黎可能相当于德国的2倍的价格，甚至呢，在比如说美国纽约，相当于德国2到3倍的价格呢。现在我们看看美国纽约曼哈顿酒店的价格，比如说这家4星级的酒店叫珍珠酒店，你看它是2117块人民币起，另外这家4星级的酒店2549元起，这家2星级酒店1218人民币，这家4星级2471，这家4星级的4028元人民币。这家呢也是4星级的4190块钱，这家4星级的4354块钱，然后这家4星级的你看5661块钱，这家也是差不多5000块钱。你看好像纽约的酒店的价格没有低于人民币2000块钱的，大部分都在3000块钱到4000块钱之间。去纽约玩，普通的中国人消费得起吗？像这个价格，普通的世界公民即使是美国人也很难消受得起。每晚你看4000块钱3000块钱的，根本性价比都不高啊。对比这个价格哦，都是3000块钱以上，这个甚至呢6500块钱一晚上起，太贵太贵太贵了纽约。我们看这家纽约3星级酒店内部设施怎么样啊？我们选一个大床房吧，可以住2个人，3000多块钱人民币。这个大床房，对吧？一张床，2个高高的床头柜，一张小桌子。另外一个方向，这个电视可能是32寸的。你看这卫生间比较差，我觉得就这样，而且很窄的啊。好了，这就是3000多人民币的纽约曼哈顿的这个房间的价格。现在我们看纽约的另外一家3星级酒店，而且这是一家连锁店，看看它酒店的设施到底怎么样啊？我们也选一个大床房吧。这个房间是3700多块钱人民币起。这是酒店的房间，15平米啊，很小很小。如果你坐在这桌子旁边，另外一个人是过不去的啊。这适合1个人入住，虽然说是2个人可以入住，但是确实非常非常窄。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啊，写字台不大，这个电视可能是42寸的，有个烧水壶，有个小的吧台。这卫生间不大或者说很小。这是另外一个房间的卫生间，稍微好一些。这个床头设施就这样，这样的房间3700多块钱一晚上，这是它的设施以及价格。我再次强调啊，就是在中国，虽然只需要150块钱，甚至呢可能120块、130块钱，但是这个硬件设施甚至能够达到德国4星级酒店的水平。因为在中国，即使是最偏僻的，比如说广西啊，还有云南这种县城的这种小酒店啊，你看都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现代化。比如说这个电视啊，是 IP 电视，一般都是55寸，甚至到80多寸。还有那个卫生间，你看干湿分区、淋浴的镜子里面，甚至有 LED 灯的等等。在德国真的不可想象，因为像中国酒店这种100多块钱的设施啊，在德国酒店算豪华的这种设施了。我这次回来在中国自驾游，到达的都是边远的地区，而且都是小县城。看到这么先进的设施，让我感到真的非常的震惊。同时呢，也为中国这么快的发展，而且这么好的发展，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今天呢，咱们这期节目我就想跟大家对比一下中国和德国酒店价格的对比，一个是硬件设施的对比，另外一个是价格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性价比到底是中国还是德国更高。顺便说一下，这几天我们在广西还有在云南，都是在边远的地方吃饭。我们一般是吃米粉、米线等等这种当地人日常的饮食，从价格来说是很平的啊，一般是7、8块钱一碗米粉，贵一点的可能11、12块钱，一般不会超过15块钱。特别对我来说，从德国回来，回到中国来，拿欧元回来兑换成人民币，
从消费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即使对中国人到这样的地方去住宿，也不会觉得很贵，对吧？100多块钱。好，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